在贵州赤水的深山里，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大山腰上。这个地方啊，真的是山川秀丽，景色宜人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。整个房屋的周围这些水田土地呢，全部都有耕种啊，看起来真的是生机勃勃。特别是早上的时候啊，这里云雾缭绕，更是增添了一抹色彩，让这个地方看去呢，真的如同桃源仙境一般。今天我就带大家上去看一看这风景如画的地方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赤水的大山里啊，现在我所站的位置呢是这里，在无人机视角右侧的山上呢，就是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风景非常的漂亮啊，山上全部是竹子。你们看到那里有滑丝没有？上面还划有一些竹子。那么他们山上的那些竹子要售卖呢，就是从山上用滑丝滑到山脚这个公路边上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就是从这里啊，这个竹林爬上去呢，就到那个地方。大家认识吗？这个竹林中那棵呢，就是梭罗树啊，与恐龙呢是同时期的植物。我一直觉得呀，赤水这边非常的神奇啊，就像这样悬在半山腰的这种巨石非常的多，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形成的。我身后大片的竹林啊，犹如徒步在天然的氧吧呀。两年挖啥子哦？就把炒着串儿生的花哈。哦。我就在耍呀。你们家就在这上面哈？哦。我看到高地全是都自己的一田哈。哦，自己的。我看你们做那些田和土好吧，都好几十亩哦，一圈儿。有几十亩。啊，水也从山上来呀？山上来。哦。到山上水多哈？水到基本上都缺不到嘛，就是一落大雨就没得了，就空旷了。你们那个啥，还真的怕落大雨。我看那个房子都在那个水田的下面。哎，对头，在水田上面。如果上面的水冲下来，安到房子边？安不到。因为水都是挤边来，不是在更杆来的。哦。更杆来的安到是按挤边来嘛，它就是水管接的嘛，水到了嘛，它就等了嘛，就来不到。我看个房子只有一栋啊。一栋哦，那哈的房子嘛，一栋就是。怎么说吧？一栋就是几兄弟？哎，就是几兄弟，就是买劳力修的嘛。你们这上面贵姓呐？姓赵。你呢？我姓魏。我知道我是看到我们公路的阿父老带的，俺的两父老带的。就是这个梭罗景区里面。哎，对，那跟大红我是。他们赵家在这上面做了好多年了呀？几十年。是哪个时代搬进来的吧？我哪个时代我真不清楚呀，问汤才晓得。一年的话，你们卖竹子可以卖到好钱了？那不好钱，本来租的是花钱。一吨好多钱哇？2000斤嘛。2000斤500多哈。这边是他们的房子，然后左侧这里呢是一落梯田，非常的漂亮啊。它这个梯田呢，就是顺着这个山梁上下来这一落啊，全部是弄的这个梯田。然后边上呢种了一些莲花柏，然后有各种的蔬菜，包括玉米等等，应有尽有啊，基本上什么东西都种的有。那么站在这里呢，这个视野也非常的开阔，你看一眼可以望去很远很远，然后左侧右侧这些全部是竹林。那么这边的这些森林之中呢，还东一家西一户的有人居住啊。那边呢也是通公路的，大概就是通到那个废弃房屋的位置吧。然后这个后山哦，就是非常高的山，后山呢上面是没有人居住的啊，全是这个森林和竹林。这个上边呢真的是视野开阔，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。这边就是他们居住的房屋，这养了好多这个土鸡啊，这些土鸡怎么个头这么大？我感觉一个鸡都有7、8斤呢。哎呦，这里还要过独木桥才过得去吗？这桥，我都感觉有点不敢过。带了好多小鸡仔儿。你还有走了？他们种这一块莲花白菜老好了，看看个头非常大，
而且边上都有虫孔啊，这个就正儿八经的原生态的。这个路上的这些落叶，就是刚刚我们无人机拍到这个阿姨清理的，她已经清理了好长一段了啊，从这里一直清理着下去。你还别说，这一天要干不少活啊，只要好好的干的话。本来呢，我说在这个阿姨家玩一会儿啊，但是呢，她要忙着干活。我问她什么时候吃中午饭，她说要大概1、2点钟。那我不好意思打扰啊，现在因为才9点半的时间，今天我出门比较早啊，所以我还是不打扰她了。其实这就是我一个人出门不方便的原因啊。如果有人一起的话，我甚至可以帮着他干干活，是吧？中午在他这里吃顿饭再走也可以。但是一个人确实很不方便。听这个阿姨说呀，这一户人家呢，他们是3兄弟，这边的公路呢是通到山脚下的，从山脚下步行到他们这里呢，大概是40分钟的时间。说实话啊，居住在这样的地方呢，真的是空气清新，负氧离子严重超标啊。你看阿姨也60岁了，她的皮肤都非常的好。有人会问，住在这个地方靠什么生活？当然住在农村是靠农耕劳作了，自己种粮种菜养鸡养猪，自给自足。除此之外呢，他们这里有大片的竹海啊，所以呢竹子也是一部分收入。我们用的纸巾呢，大多数都是竹子或者木料做成的。在竹笋出来的季节呢，他们也可以卖竹笋，那么基本上一家人呢卖个几千万把块钱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啊，生活在大山里边的人呢，虽然找不到很多的钱，但是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生存的问题。我想很多人梦寐以求想要隐居的地方，大概就是这样的环境吧。在贵州习水县的大山上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悬崖村庄。整个村庄呢，居住在山顶一个狭长的地带，而村口这里呢，就是万丈悬崖。我们看到这个村口的2阶瀑布啊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但是咱们想要来到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呢，是非常的不容易的。要从山下的这几户人家沿着这个山梁慢慢的上，然后再横过一段崖壁小道，才能到达这个村庄。整个徒步的过程呢，是要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。咱们今天呢，就徒步上去看一看这个美丽的悬崖村庄。这里有一个阿姨要下山去了。娘，你下山了？真意呢？你敢让早啊？挺早的哈。你们家是住在这个村庄是吧？你们出来也是走这条路？你下山也装啊？干长噻。今天干长啊？啊，那干土城啊。这节课不是转了条河啊？那不转的啊，下面耍天王2天。耍天王2天还走起太难了走的，单面了吧，2个小时差不多。我们噻弄不到，那是个坡坡上啊，坐到4个小时弄不到。你真也来过？没来过。没来过，你终于找得到是啥没有？找得到啊，我还底下问啊。我有几个嘛，闹热点噻，你个儿手机嘛没得好进的。上面还有好多家人住啊？啊，搿头啥子几岁家人嘛，搿是阿头都是8级出口，阿头是那种移民8级嘛。还是有一些不愿意搬留在里面。我们啊，是不搬的是下边土城啊，下边有点堕落的。哦，现在还有几家人在里面住啊？现在有几十家，只有4、5家的哈。娘，你贵姓呢？我姓胡啊，我是那边同名那边的。同名镇。嫁到这来的。阿哈儿就是早些年生了40多年了。40多年了。人又年轻还不懂事哎，还有嘛眼光上头又残留。靠这点天我说就。不懂事，眼光没注意，只来山卡卡来了哈。就是眼光没擦亮的，阿哈儿是说眼光擦亮生活头这可好干嘛？以前哈儿我又觉得是个我面同面些啊，这个来高山去讨猪草啊，拌柴烧啊，这些我觉得非苦的非恼火的。妈的，最后来后退后有10多年了嘛，国家就开发了嘛，开始发展这些就好了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的了。就我至少就越来越老了，越来越老了，夜光眼就黑了。哎，这个老的老几，看嘛，年轻的又追到来嘛，都是那个的。比原先的话，住在平的地方了，反而整点柴烧不方便哈。阿哈儿也就是说想到，阿哈儿这些山壳头嘛，有点棒棒些卖，就是有点酸不棒棒些卖。想到说，
用2份茄子估计不难摘啊。哈儿我们啊西面啊越同面面花库几小孩儿，啊哈儿这种你晓得不？棕树哈。啊，山上的是种啊，给给我卖4角钱1斤儿，给个得到几斤一种啊，1斤种称8种这才够买件够买件衣裳了。就连件衣服穿哈儿一花布这些。你毛南布啊，花旗布这还6、7角，6角这样买得到。我按种花布这些还3、4角钱一次，买点5次来碗我就打到去件衣服了。哎呦，你就是没有想到，这会儿后悔也没办。你这些还后悔了嘛？娃儿都就大个家嘞，娃儿都几个了去嘛？我家嘛，火山有个教训了嘛。你自己愿意在这里住啊？你怪哪个啊？你下面又不是买房子啊？不是，这上面有这条土地下，为了2个猪儿咯，这为点小那种小牲口的嘛，鸡这些嘛。那你喂猪哪个给你喂啊？你走了？那个老嘴在屋头的啊。哦，你老伴在家里面。那个老嘴在屋头的嘛，就干不了啥子嘛，就只有外些个又找不工又找不勤的嘛，就只有那多少住这儿嘛，那的生活费这些嘛，基本上都整一会儿嘛，不是真的说晚上我儿闹你噻，我儿闹你是有事情了，还是自力更生好哈。哦，就是要你自力更生，自力得到还好，实际要你铁说到还。那你慢慢的走啊，我也上去。要得，你慢慢看了。你在家头，我在家头，他妈是我这吃点饭，说哈睡觉。你要是在家里面，我可能都走得过去。那你慢慢的去，我上去了。好。这个阿姨太逗了啊！她是同名镇的，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呢，就觉得山里好啊，因为可以弄些东西去卖，然后呢烧柴什么的也方便。结果嫁到这里来40年，后悔了40年。哎呀，她说起来太逗了。快到山上的时候啊，这里竟然还有一个观景台，这个视角看去啊，真的是一览众山小啊。哇，这个地方是真漂亮，下边是瀑布，上边也是瀑布，相当于这里是2级浮光岩的瀑布啊，非常的美。那现在咱们是徒步在这个悬崖栈道上，大家来看一看哦，这里的环境真的是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啊。东一家西一户的呢，有几10户的人家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真的是土地肥沃呀。这边呢就是我们航拍看到的2级佛光岩瀑布啊，然后过来你看这里就是村庄，整个这个上边地势非常的平坦啊，后面呢就是延绵的高山，水源也不缺啊，瀑布呢就是从这个村里边流下去的瀑布。这个悬崖村的海拔呢是1100多米啊，真的是非常适合人们居住的一个好地方呀。而且这里呢是一个非常生态的村庄，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呢都是土墙加上一些石头弄的房子，这些土地都种起来的，种了不少的玉米。这里还有一个大坝子，这个坝子有可能以前也是个宅基地吧。你们看这个土墙房，看起来非常不错。然后对边那儿呢也有一家，然后过去这边有一家，里边有一家，他们好像是一个山脉下边呢有2家3家的样子，一直延伸进去。这边呢是猪圈。哇，我们看到这里还有3副的新棺木，3副。这个村庄的尽头那个山上，你们看看那个云的话，都好像是飘在这个山顶的感觉。你们这个房子都还有土墙啊哈。这上面的所有房子全部是土墙。土墙的立材。下山那条个梯子路噻，是不是你们村庄干的嘛？是吧？那条路好不都要干几年了？干的也是长路啊，要会我们都不晓得有些。等于以前把条路整好的时候，你们都不晓得。后来培修，慢慢的培修的时候晓得。有几百年了也。这个村庄有几百年的历史啊？有啊。以前是上面那人多哎哈，几十户人噻。40几户，200多人，200多300来人。在阶梯的时候。阶梯的时候哈。人一搬走了呢，这些大好的农田呢，全部都荒废。看看这个草啊，长得多茂盛。
养点牛啊，养点羊啊，那简直不要太爽了。大家看看，现在我们走到这边这一户人家这里，再往前边看，你看那个山脉有一家，那个山脉有一家，这个山脉又有一家，都是东一家西一户的，看着是一个村啊，实际上每户之间的距离都不短啊。这里走到那里的话，没有10几分钟也走不过去啊。整个这一个狭长地带进去，差不多有10公里的一个长度。他们留在这里的这些人家呢，很多人都有养蜜蜂。你看，这里是一个大宅院了，3合头的一个房屋，但是也都是土墙啊。现在我们要找这样的原生态的村庄呢，其实很难找的。这个房屋都是修建了差不多上100年的一个历史。别看这个房子是土墙啊，但是修建的时候呢，其实也费了大量的功夫，包括这个地板啊，全部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镶嵌的。这里面每一块石头都是超过100-200斤的重量，一个人都拿不动的。你看这要花多少功夫才能把这个房屋建好。那边那3栋房屋呢是废弃了，没有人居住的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在半路上遇到的那个张阿姨说的棕树就是这种啊。你看很多，这个山上很多，就是拿这个棕树皮呢拿去做那个背带啊、绳索啊之类的。这个小溪边更多，你看这都是棕树。我不打算往里面走了，朋友们，他们这里呢全部是东一家西一户的，前面那儿呢也没有看到人，再往里边走呢又要走很远才有一家人，所以呢我就不打算往里边走了。我们在路上遇到的那个张阿姨不在啊，要是她在的话，肯定可以到大家混饭吃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上边整个环境真的非常的漂亮，山林茂密，土地肥沃，还有一些老树茶，还有那些棕树的那个棕树皮呢，也可以弄去卖的。这个地方啊，水也不缺，真的是那种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啊。我们看到很多房屋呢都已经废弃了啊，特别的可惜。你们不要看到这里是东一家西一户的啊，原先呢总共有40-50户人家，因为有大部分的人搬迁嘛，搬迁之后呢这个房屋就拆除掉了，所以我们看不到房子啊。我们从空中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这些土地呢都已经荒芜了，而这些水田里面呢长出了大量的青草啊，看起来绿油油的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呢也还有不少的房屋啊，但是这些房屋呢都是在废弃的边缘呀，没有人管了。我相信这个地方呢很多朋友是喜欢的，他们的住户呢相对比较分散，但是呢又能够相互有一个照应，又有足够的隐私度，又有足够的距离感。所以我觉得这种地方啊，应该是很多人喜欢的那种居住场所啊。有很多朋友呢，经常跟我留言说要找一个隐居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悬崖村呢，可能就符合你的要求啊。而且这里边呢，有很多的房屋呢是废弃的，可以跟主人家讲一讲呢，就可以到这里居住。这里的地理位置呢，是属于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的前锋村。这个前锋村呢，是地图上标注的村庄，现在应该是合并了。不知道叫什么村啊，这个不太清楚。大家如果喜欢这样的村庄，喜欢这样的原生态的风景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徒步上来看一下。这个村庄呢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，包括从山下上来的这些石步梯呢，也是上100年前就弄好的。这些石步梯从山下村庄一直攀爬到悬崖村啊，我感觉最少有2万阶的这个石梯，在100多年前全是肩挑背扛、手工开凿的情况下，没有个10年8年，我估计都搞不好。所以说，居住在这个山上的人，为了出山啊，真的是费了不少的心血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我还要2个小时多下山，拜拜。